放弃，抓住每次机会，允许自己笨拙受伤掉眼泪。Believe in me， 值得去试，过程中才有甜美，拒绝没有开始行动的后悔。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不要停下来半途而废，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用心体会其中滋味。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刚在一起那会儿，这是你学的第一道菜。后来在外面吃饭，我也经常点，但好像做的都不是你做的那个味道。我倒要看看你在里头到底放了些什么。说你这也不行啊，这么多年了，那小土豆还能小到手，痛不痛？你等着，我拿创可贴。我包里有创可贴。这是什么？我在网上买的小丑道具，出门的时候快递刚到，就只好带过来了。小丑道具干什么用的？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总是睡不着觉，然后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一个做心理咨询的朋友跟我说，让我体验一下小丑游戏。小丑游戏怎么玩的？小丑嘛，就是敢于把自己最滑稽、最荒唐的一面展示出来。他说这个可以释放压力，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我告诉你，徐浩，于家恩他心里有你啊，他看到了你那个药，挺担心你的。要不我们试试小丑游戏？你真的想玩？听起来挺有意思。可以啊，太好了，我也想玩一次，正愁着没人跟我玩呢。我是小丑，你是谁？我演别人，别人是谁？别人就是所有嘲笑你、欺负你、看不起你的别人。好了。深呼吸。
现在呢，你就幻想你是大街上表演的小丑，你要取悦所有人，就算别人骂你、欺负你、嘲笑你，你要去逗笑他们。开始吧，加油！快点，来吧，小丑，表演一个。你就想象你这个小丑是全世界最白痴、最丑陋的，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是最丑的，而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你真的太好笑了，你真的太好笑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啊，替徐瑶向你们道歉。哎，你们看，这里有个手机，表示歉意啊，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徐瑶，你怎么了，徐瑶？徐瑶，你没事吧？徐瑶，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我那个同学的妈妈试试我爸的鼻子味，她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15号楼3107。我不要我爸再为我弯腰了，我不要他再为我道歉，我要让他为我骄傲，我要让他把弯下去的腰杆子给我挺直了。我懂了，你总是说徐耀的药是光宗耀祖的药，
所以世俗意义的成功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可是徐瑶，错的又不是你，也不是因为钱你就……我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没有想了，就怪你。过去多少年的事情，又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爸卑躬屈膝的给人道歉，他还在我面前骗我，跟我说别人相信了不是我偷的手机，但是其实我在办公室外头，我什么都看到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你走了以后，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她脾气不好，当时叔叔他啊。我知道那个事情两码事，那时候是我不对。下次回成都，我好好请叔叔吃饭。我也对不起他。好巧啊，亲爱的。给李念欢暖房，你也要送玫瑰花吗？这是给你买的，我掐指一算，连我都邀请了，那肯定也邀请你了。哎，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了？我哪儿得罪你了？忙。就算蹲个马桶，也有时间回条消息吧？怎么着，忙到都不蹲马桶了？咱俩什么关系啊？我非得回你信息啊？咱俩什么关系你还不清楚吗？那能是普通关系吗？原来你这么走心的，你第一次？你管我是100次1000次呢？那走心还分经验吗？郝晨实，你清醒一点，咱俩呢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也别一口一个亲爱的，更别自以为是我家里人来掺和我家里的事儿。哦，我知道了，你是说我请妈妈吃饭的事儿啊？我也没想到她会说这些。你看我笑话有意思吗？不是，我是看你太忙了才请阿姨吃饭的。哎，张琪琪，你们来的挺早啊。累不累？不累。哥，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马上要上来。你慌什么呀？正好给他们表演一个。哎，你别闹了。我没闹，郝晨实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他能笑话我一辈子，好吧？要的就是让他笑你。徐瑶，这个道具我送你了。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你就戴上它，像小丑一样，哈哈哈哈大笑出来，你就能释放。哎，特别适合你。这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啦！我妈都说了，那些让你觉得最狼狈的事情，你自己先想，你自己都笑了，别人就不觉得可笑了。来，表演一个小丑，给爷爷笑一个。哎，算了算了，你别站不是了，你别闹了，他们快到楼下了，快！不成熟哥哥，你这个玫瑰花是送给我的吗？那当然不是了，这是送给我女朋友的，对吧，亲爱的？不要他的，我一会儿给你买。
许阳，于家安开门。来了来了，进来吧。Hello。漂亮呀！怎么样？不错吧？哎，别，许耀的位置那是，你在我旁边坐，酒都给你倒好了。哎，你带，赶紧坐。倒上，快倒上，快倒上！啊，人齐了啊，那我来提一杯。首先呢，感谢大家来我的暖房 party， 然后你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所有人了，所以以后还要麻烦哥哥姐姐照顾我。那我们喝一杯吧，干杯！干杯！这次呢，我正式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赵昂。如果没有他，我很难以一个离婚女人的身份来到北京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十分感谢你。宝贝，别怕，我会保护你的。哎呦，那个，李年欢，赵昂是吧？嗯，多大了？干什么呢？许让你干嘛呀？哥，你放心，我是真心喜欢李年欢的，我以后会好好待他的。我们吃点青椒土豆丝吧，啊，堵住你的嘴。哎，你们俩坐下，我要敬李年欢。这酒别浪费啊，我带来的好酒，敬你过上了我最想过的人生。一个有钱的单身女人和年轻帅气的新鲜男孩子，谈着令我羡慕的爱情，真好。其实我就是那种又有才华又帅气的新鲜男生，就是最近没那么新鲜了哈。但是我的才华和帅气都跟我的皱纹来我们三大美女翻倍了，来你知道吧？哎，这杯带上我呀！来，来。哎，既然要是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应该表演一个吧。我这么有才华，我那么多的笑话。哎，你行了吧你说的笑话都不好笑。你觉得不好笑，未必别人觉得不好笑啊，对吧？来，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从前吧，有一个好吧，有一个坏吧，有一个随便吧，三个人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一天啊，这随便吧就问这坏吧说：“坏吧，咱们晚上和谁一起吃饭呀？”你们猜这坏吧怎么说？亲爱的，你觉得这个坏吧他应该怎么说？随便吧。坏吧说：“咱们和好吧。”不好笑啊！我还有事儿，我得回家给客户发个资料。你们玩开心啊！哎，那你喝酒了，我给你找个代驾，我陪他下去啊。不用啊！哎，你们玩开心啊！我
已经叫了代驾了，你回去吧。你怎么又生气了？就算笑话不好笑，也不至于这样啊。郝晨实，咱俩不是情侣，没有什么和好不和好的事儿。你是自我洗脑的太厉害了吧？如果你代入感那么强的话，我妈当时找你要20万，你干脆点给她就得了。张青，我是真心喜欢你，但这份喜欢不是说我给你妈20万就可以去证明的。你真心喜欢我呀？当然。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跟老板说，老板，我是真心的，给我打个折吧。你看，真心往往就是这么不值钱的。我虽然说不想认同，但我不得不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走了。您好，代驾为您服务，请问您是手机尾号4540的车主是吧？是。你不是你们家庭的附属品，你没有必要因为家庭的期待委屈你自己，而我就更不会让你受委屈了。20万你要我马上给你，但你妈要我绝不会给，因为她没有权利给你的人生定价。至于没有经过你同意就和阿姨吃饭，我道歉，对不起。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有一个乐队，在酒吧跑夜场，一个月挣多少钱？几千块钱吧。够用吗？偶尔也不够，但我妈会偷偷资助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一辈子都跑场吗？艺术家好吗？雨轩，你管管你前男友吧，他干嘛呀？查户口啊？打探一下也好，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总归要回归生活的嘛。你现在北京也安顿好了，你们得对未来有个规划了。哥，我跟你讲，欧洲有个音乐节已经邀请我们乐队了，如果我们表现好的话，他们就会跟我们签约，那后面的日子根本就不用愁。艺术家，我就想知道你现在住哪儿。不会住这里吧？应该不会，不过好像也行，我还能省一份房租。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发展的有点太快了吗？啊？不行啊！我跟你说，你不能住这。你帮他说话。行吧，我这就去制止他拷问你的心上人。你现在还年轻，他过完年就30了。你们如果真想好好的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总不能结了婚以后没钱了还找你妈妈要钱吧？佳恩姐，我问你个问题啊。耀哥在爱情里面一向都是这么理智的吗？这谈恋爱又不是做数学题，非得1+1等于2啊？你问我干嘛？我哪知道？你们俩不是情侣吗？谁说的？就刚才呀，郝晨实讲那个不好笑的笑话的时候，笑的一瞬间，你们俩的眼神啊，都本能的在人群当中找彼此的眼神，我都看到了。我没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不是情侣。不可能，他们俩要不是情侣，就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给你们当凳子坐。为什么？我在酒吧得出来的结论：一群人聚会，你笑的时候，
你看的那个人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我都看到了。刚才他们俩就是笑的时候都看了彼此。行了，我先走了，明天我还要上班呢。我也走了。等一下，今晚不许在这里过夜。我就住对面楼，我马上还回来。知道了。老骨头。送你回去吧。不用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没事，我吃多了，走，消化消化。刚才赵阳说的，你别误会啊。放心吧，我没误会。咱俩就是习惯性的看对方，毕竟在这一群人里面，咱俩的笑点相同，大家都没笑，只有我们俩笑了，看对方才不会尴尬。今天下午我想亲你的时候，你没有回避。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没有我？你知道吗？苏怡跟我表白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全是你。佳儿，你可不可以再等等我？等你什么？等你发财，等你成功，等你功成名就。我曾经试想过无数种清除掉我俩过去的往事，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彼此都不会那么难受。行了，不要说了。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有。什么叫已经够了？苏怡、你、我还有路。今天说过的话，就当没说。我们回去了。只要你心里还有我，那就一定回得去。你所说的江湖义气，只是因为看到我吃药了，可怜我、同情我，是吧？对啊，所以请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调节你的压力，别再让我同情你。来了。谁呀？哎，你怎么来了？想你喽。快进来，快进来。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去给你做早饭。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自己家的感觉。今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家里边没有人，父母也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害怕，朋友们都去上班了，只有我无所事事。就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害怕，所以我定了很早的闹钟过来找你。我本来是想给你买早饭的，后来发现兜里面只有200块钱了，在花和早饭之间，我选择了花。你不会生气吧？我为什么要生气呀？因为没用啊，
谁会拿仅有的钱去买没用的花呢？我喜欢这份没用。以后呢，你负责花，我负责早饭。坐。怎么样？想好了吗？想什么？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如果你觉得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你无法再跟我共事下去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保留你的股份，等我融到资了以后再买过来。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划算的买卖？那天是我唐突了，现在是凡星命运的转折点，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往前冲。不是你唐突，是我对不起。没有对不起我。谢谢，谢谢你。走吧，上班了。不好意思，于经理早。徐总早，听说于经理升职了，已经是副总监了，恭喜啊！谢谢苏总。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工作上去针对那个女孩子，否则的话，徐瑶会把你看低了。不如去想一想，那个前任教会他什么了，而最终又让谁得便宜了？于总监，你说，谢谢你啊！谢什么？上次的危机处理得很漂亮，连我爸都夸你了。所以年度营销方案，你们要是有思路，就来我们公司碰一碰。谢谢苏总。你干嘛呀？你一大早的，没睡醒？不是，你让一下。凭工卡登记并推荐3人注册，每人可免费使用1个唯一派1箱。我们发代金券，他们就来个免费。这么巧，在我们楼里，是因为我们在这楼里吗？报复我们上次舆论战，把他们拖下水？不至于。如果是我做案子的话，也会在这栋写字楼里头。按北京写字楼区域的属性分类，咱们这块算是潮流圣地了。相对于海淀、中关村科技公司集中的写字楼区域来说，咱们这边的女白领对穿衣打扮的要求更高。那我先走了。在，你接着说。投户外电梯广告的策略是，目标受众集中的写字楼区域大力投放，目的是拉新，做用户增长。但我刚才说的，对时尚潮流没那么注重的写字楼区也会投，目的是打品牌知名度。如果唯一派的市场预算够多，他们一定会这么办。按你这个思路来说的话，唯一派的户外电梯广告已经投放到北京大大小小所有写字楼的电梯了。
早，亲爱的。哎，张总，你看不到我吗？这里是公司，你能不能专业点？许耀花大价钱请你来当副总裁，不是让你整天脑子里想些风花雪月的事儿。风花雪月的事儿，你是这么想我们俩的？电梯里的广告牌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不着急吗？你天天堵我。张总，你误解我了。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好好聊一聊我们年度营销的需求。你要是不感兴趣，那我就先走了。这样子啊？那你说话你能别大喘气儿吗？能啊。今天一大早，我们苏总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你们的项目复盘报告，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年度营销的提案，所以我今天是满怀了工作的热情，第一个就在公司报道了。郝总，对不住了。哎呦，你看我一大早起来啊，有点起床气。不过是这样子的啊，于家安现在是副总监，由他呢全权负责繁星的年度方案竞标的事儿了。工作上的事儿呢，你找他就行了，反正你们都是老朋友了嘛。好的。不好意思啊，迟到2分钟。我到楼下找张总聊了一下竞标的事儿。是都看电梯里那广告了吧？我知道他们这一轮烧钱抢市场对我们的冲击力挺大的，但你们俩也别这么丧着个脸呐。对呀，广告嘛，我们也投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家1个亿的教育市场，咱那几个钱怎么跟人比这个投广告多呀？我们没有1个亿，到底是要做品牌还是要做流量，我们得考虑清楚。公关公司说的好听，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品牌流量全都做。但是首先你得是一个兜里有钱的成年人。可是唯一派的势头你们也看到了，市场瞬息万变，再这样搞下去，他们就后来者居上了。我们不能在打头阵的时候就输给竞争对手，一招被打下，后面想翻身可就难了。那也得看人财务大姐同不同意啊。说来说去就钱的事儿嘛。我爸这几天集中看了我们的市场反馈和未来布局计划书，他很认可许耀自建洗衣工厂和搭建物流体系的做法，也看到了最近我们因为做这些事情，账面上现金快速流失，他想再投。投多少？先让我们估值，他再要15%。不行。为什么？不是，洗衣工厂马上就要进设备了，付完了钱，咱们账上可能就清零了。是，我们每次没有钱就找老苏总来投钱，这对于老苏总来说太不公平了。有什么不公平？他有钱，我们有股份，花钱买股份怎么不公平了 ？bingo。在我们对于繁星未来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无法判断2位苏总对于我们的投钱到底是出于私人感情，还是出于对于繁星未来的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可能让你们在前期再担那么大的风险。许耀，你冷静想一想。不好意思，你让我冷静一下。周，我说说他。许耀，许耀，许耀，
你没事吧，徐阳？怎么还把门锁上了？徐阳，其实你要了他爸这个钱，就可以大展拳脚了，把咱们这物流体系搭建起来，不就运转起来了？干嘛那么重感情啊？投资是有风险，但他愿意承担风险，关你什么事儿？这不是光重感情的事儿。什么意思啊？如果他爸拿了15%的股份，他们父女俩就等于是绝对控股。这笔钱拿的倒是轻松，可以缓解暂时的压力，但是却后患无穷。但凡我对繁星还抱有50%的希望，我都不应该选择一条让自己暂时轻松，但是给未来埋雷的路。你小看你了。情感是情感，账还是要算。我很怕有一天，当我跟苏毅发生分歧的时候，我必须要无条件停摆。我知道，无论是于情感还是利益，你都不会要这笔钱的。但是现在我们太难了，没钱你让我怎么做市场啊？创业之前你跟我说过，亲兄弟明算账。那么现在我问你了，兄弟，账呢？开始烦了，烦就对了。账是没办法给你算了，我药有2颗，你吃不吃？哎呀，哎，之前那几个投资人不聊得挺好的吗？都说保持联系，怎么就没意向了呢？什么是投资？你不是问我什么是爱情？那什么是爱情？你还是问我什么是投资？这俩都太深刻了。苍白的语言已经限制了我的表达。就像我们在相亲的时候，遇到不来电的女孩，往往都会说保持联系，但真要让自己动心的，就会马上下注，立刻行动。是爱情，也是投资。那些说保持联系却再也不联系的，往往都还在观望。原以为你比我更懂投资，没想到比我更懂爱情。爱情跟投资有的时候很像，在低谷的时候买入，可能风险最高，但往往回报也是最大的。唉，繁星现在是低谷，你需要的人生也是低谷。看来他爸更看重的不仅仅是繁星的潜力，还有你的未来。你看，苏毅表白被拒，回了一趟上海，直接就把投资拉回来了。这父女俩可不一般呢。